Martin Luther King 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一个黑人的伟大的领袖，他带来美国的 Civil Right，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权领袖，很重要的角色。对，在1968年的时候，在 Tennessee 州 Memphis 这一间那个汽车旅馆里面，不是里面阳台上 ，Martin Luther King 被暗杀了。对 ，OK， 然后过了这么久了之后呢 ，Martin Luther King 在美国的历史上还是有一天在纪念他。对，他是一个非常被尊敬的一个人物。对。在 Washington D.C. 有他的纪念碑，在 Atlanta Georgia 有一个博物馆，而且全部是纪念还有赞赏他，然后还有他的贡献，然后还有他的生活。美国有一堆学校叫做马丁路德金学校，每一个大城市几乎都有一条街叫做马丁路德金大道 ，OK， 然后还有一个国定假日。但是你会发现，就是马丁路德金他支持的事情，还有他推崇的事情，甚至为这个人权而死的事情，竟然完全被遗弃了。What's up, everyone? This is Mr. Nice Guy. This is Nikki. Welcome back to Project Hip Christian.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讨论一下 Arc Construction. Arc Construction 呢是在南加州的这边一间建筑公司，然后对，是一个很年轻的公司，可是他人才非常专业，他就可以帮你从画图一直到你的房子完工，他整个一条龙服务他都有，或者是你家里有什么东西需要 upgrade 需要 remodel 的，他也都可以使用。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话，欢迎打这个电话找 Barry。好，回到我们那个马丁路德金。那在马丁路德金的看法下面呢，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且是在法律下面的平等。他说 ，People ought to judge one another based on character, not skin color。就他们做的品德是大过于他们的种族的。对。大为他们的肤色的 ，OK， 然后他也相信美国的黑人是要为自己的成长还有进步而负责的 ，OK， 你不能怪其他人。那在美国的黑人公民权利结束了好久之后 ，OK， 简单的说就是马丁路德金这一方获得了胜利，也就是说正义获得了胜利，对的事情获得 被 justify。没错，现在在美国，在法律的情况下，每一个人是平等的。是。那最好的证明呢，就是马丁路德金之后呢，没有一个继承他想法的一个继承者，因为全美国都继承了他的想法，全美国的人都觉得人皆生而平等。如果说今天在美国，黑人还是面临了因为他们是黑人，他们就不能投票，或者是因为他们的肤色就一定会被威胁，或者是因为他是黑人，所以就不能参政，那就应该会有一个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有这个领导能力的人，来带领所有有色人种出来去抗议这个不公平，这个不公义。但是现在为什么美国还是有一堆人一天到晚说，就是美国充满了种族歧视啊？因为他们充满种族歧视。对，然后连台湾的新闻像新闻龙卷风那些，台湾本来就充满种族歧视了。台湾其实非常种族歧视 ，OK。对。不要讲国家，不要讲国家。我们观众很多。菲律宾，我就是常被讲我像菲佣。现在很多人还是说什么美国就是充满了歧视，连像那个什么。你看就美国就是充满歧视的一个地方白人至上什么，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美国发生什么事 ，OK，shut up。然后我们今天看这些抗议者，就是一群假冒自己是受害者的一群人，然后他们把学运还有社运这些东西，还有民权的这些运动，把它变成一个企业来经营一样。简单的说，他们就是一群诈欺犯。那他们在诈欺了什么呢？无中生有。他们为自己做了很多，但是他们却没有为他们的选民做任何事情。在美国，基于种族的这个收入有差异，还有教育，还有拥有房子，就是房产。对的人口，在1940年、还有50年、60年代，这个都逐渐的在缩小。但是呢，在马丁路德金死了之后呢 ，Jesse Jackson 还有 Al Sharpton 这样的人取代了这个领导的这个角色，变成美国的黑人的种族的这个发言人之后呢，就算 Civil Rights Movement 已经结束了，他们还是不断的在吹捧着美国是充满着种族歧视的国家，然后还有我们全部都是白人控制的体系下面被压迫的受害者，然后从1970，然后80，然后到90年代到现在这个样子呢，
这些原本已经越变越好的情况，现在反而变得越变越坏。OK， 种族之间呢，他们的差距、收入还有各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因为都被炒的政治的。这个是在讲说美国种族之间的生活品质的差距，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持续下去的，而是因为这些自由派的人士还有左派人士。我知道自由派跟左派其实是不一样，只是现在左派常常打的自己是自由派，自由派就是走开了，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自由派是什么意思了。然后还有现在的媒体持续对白人的这些指控，然后他们持续着贬低黑人，说他们永远都是一个受害者。这些人他们说的事情很奇怪，而且在鼓励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例如像说犯罪，他们觉得说犯罪是因为长期被压迫下面 ，OK 才会去做，对，像 Les Miserables 那样，对。然后婚姻是一个束缚，然后教育是不平等的，然后你如果今天被警察抓的话，是因为警察歧视你，不是因为你犯了一个罪。他们把这些缺陷没有试图要让这些人改进，而是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本来就是会这个样子，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性来支配这个社会，这个是他们的自由。然后你就算你是守法的公民，你要为他们的行为而买单，不然的话，你就是歧视他们。是你没有去走出去跟他们一起 protest， 你就是歧视他们。对，那事实上就是你不管今天你有没有参加游行，你参加游行多少次，然后是有这个每一天有多少的游行，你把你的头像换成黑的多少次？对，你把你的头像换成一个黑色的方块多少次，都没办法解决现在黑人家庭里面缺乏父亲的事实。静坐再多次，绝食再多次，也没有办法降低黑人的犯罪率，或者是黑人在学校的成绩可以提高。因为这根本就是整个家庭观被破坏了，对，而不是说今天法律上或者是美国有多么对不起他们，美国并没有。对，甚至有更多的黑人的政治人物在政坛里面，甚至有黑人的总统，也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没错，从1970年以来，有黑人的市长，有黑人的国会议员，有黑人的参议员，黑人的警察局长，黑人的教育部长，甚至总统都没有办法改变黑人认为自己是个受害者的一个想法，因为他们就是抓着这样子一个受害者心态来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对，事实上就是在奥巴马的带领下，全美国黑人的收入，还有黑人拥有房产的人口，还有黑人的这些犯罪率，全部都在负面增长，而且相比之下，更扩大了跟其他种族的一个差异。然后在那个叫1996年，是有一个法案是说全民平等，大家都要有机会去读大学，所以很多之前没有办法读过大学的，他们就会被加分进去。可是这个东西下来，很多非裔跟墨裔的学生就因此没有办法毕业，到他们真的毕业，可能比人家多花了2年到3年的时间，然后还一出来就负债累累，然后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真的想说达成我自己的美国梦，只是因为我读了一个大学，我反而没有办法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到最后就更糟糕。然后他们一天到晚举办一些什么，为什么黑人无法融入这个社会？还有更多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纳税来帮助黑人这些穷苦的地区，这样的东西在美国的种族议题上面反而起了反效果，而且制造了更多仇恨。然后还有就是更多黑人认为自己无可奈何，因为世界不帮助我，所以说我没办法成功。没错，你去问在美国移民的华人，他有哪一个是依靠政府的补助成功的？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来这边的华人全部都是自己很辛苦的开店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他们自己的一片地。美国政府没有帮助任何一个华人。华人现在在美国的收入其实算是高的，就是高的。对，比其他种族高很多，甚至比白人还要高，对不对？那在美国有任何一个华人 privilege 吗？绝对没有。OK， 我可以很确定告诉你，绝对没有任何华人的 privilege。像我们公司，我是华人大概3个吧，可是我们公司有700多个人。马丁路德金认为说呢，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当他看到 St. Louis 的这个贫民区的犯罪报告之后呢，他在演讲的时候，他跟
底下的黑人的群众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道德标准下一些功夫。我们知道白人有很多问题，很多错误的地方，但是在我们黑人的世界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公义的地方，我们不能永远只指责白人怎样怎样，有很多事情是要我们自己负责的。这是马丁路德金自己说的，真的 ，OK？ 因为他有重新的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而不是只是怪别人而已。对，那现在这些一天到晚把这些种族议题拿上来，在台面上炒冷饭这些人呢，就好像马丁路德金从来就没有说过这些话一样。我们现在的 CNN 还有 NBC 这些媒体，反而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堆在白人还有其他种族的身上，全部都在怪罪其他人，然后自己完全没有错误，然后黑人永远是受害者。马丁路德金在推崇的是个人的责任还有自主的重要性，就跟圣经说的一样。但现在这些人呢，却把所有的这些道德标准全部都丢到垃圾桶。现在的这些人权组织每天只是在找一堆借口还有理由来把一切黑人的这个问题脱罪，然后还有说是他们这些东西是应该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国家不公平，然后只要有任何一点反对的声音，就是种族歧视。对，我们也做过很多的影片，就是改变是要从自己来的。如果你一直在希望别人改变的话，那你就要思考是为什么你希望别人改变，是别人改变让你的路可以比较好走，那你就要来检讨说为什么你的路那么难走。对啊。然后这些人权组织呢，他们推崇的并不是人权，也不是平等，他们不是在说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变得更好，他们在推崇的反而是你是个受害者，然后你是个被白人控制的社会下压迫的受害者，就算你没有感到任何的压迫或者是歧视，他们在告诉你说，不管是在税金上面还有你的生活上面都充满了种族主义，这个叫做没有意识的种族歧视 non-intentional racism systematic racism 对系统的种族歧视，对，然后还有白人特权 white privilege， 还有微侵略 microaggression， 这都是在欺负你的这些东西。然后现在的美国有色人种呢，包括我们有色 OK， 我们是黄色，对，跟所有的人，我是棕色，对，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受着同样的教育，同样的机会可以创业，然后还有工作。我们如果要参政的话，我们是可以参政的。我可以选总统，对，他可以选，我不能选，歧视。然后我们可以选举，但是我们却被告知说，我们是比一个在那时候1960年代的美国更可怕的种族歧视当中。他们告诉我们说，老师对我们是有偏见的，然后我们的雇主是对我们有偏见的，然后我们的警察正在乱抓人，只是因为我们不是白人。在美国有没有种族歧视？当然有，但是是个人层面的。OK， 并不是在法律层面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种族歧视了。一直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是个谎言，而且是自我摧毁的最佳途径。在美国，很多白人还有黑人的这些激进分子，就是 Black Lives Matter 那些，他们在强调改革，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得他们的利益，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提高有色人种的地位，因为这个想法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其实并没有让黑人在美国的生活变得更好，反而是让社会的问题更多更糟糕。经过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之后，几乎全美国的人都支持马丁路德金的想法，就是人皆生而平等，但是却很少人做出自己也是平等的作为，反而是越来越多人相信这些新闻媒体，认为自己永远都是在被歧视的。因为这样子他们才有新闻可以做啊，不然就没什么新闻报。对啊，就画完了。其实有些东西你不能只是看一面，每一件事情都有它自己多层面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可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对我们自己负责，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负责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达成一个 utopia。可是现在的话是没有办法，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说因为我利益而生活。可是当我们这样子用一些谎话来补足我们可以达到的利益的时候，那样子我们就要去思考说，我们真的做的是不是正确的事情，还是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快乐加注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你帮我们按个赞，然后可以的话帮我们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们的，在下面有一个铃铛可以订阅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最新的消息哦。然后我们在 IG 跟 Facebook 上面都有account， 所以你要 follow 我们的话，也可以这样 follow 我们，然后跟我们聊天。最后，如果你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在下面留言或者是 PM 我们都可以。然后想要赞助我们的话，在description 那边有所有赞助我们的方式，然后我们现在也有 YouTube 的 membership 的功能，是你可以来加入我们，然后得到一些精美的小东西，好不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